这次松下议员的前秘书虽然是以诈骗日本政府辅助金的罪名被逮捕，但主要原因是他从事了中共秘密警察活动。松下议员本人也可能参与其中。根据警方相关调查和诉讼文件显示，被逮捕的2名中国人均为中共的海外警察成员，其中1名曾担任日本参议院议员松下新平办公室的外交顾问兼外交秘书一职。外界猜测，中共特务已经渗透到日本国会，而日媒罕见的实名报道与中共特务有关联的国会议员，反映出日本警方已经掌握了议员与中共往来的情报。日本的情报机关，特别是公安，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情报。不仅是松下议员，其他议员，比如那些亲中派，明确为中共代言并进行政治活动的议员，甚至是比较可疑的议员，他们的情报都已经被相关机构掌握。白川司议员在此分析指出，中共特务对日本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渗透，其目的就是将其拉入自己的阵营。中共警察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去影响政治家或者经济人士，或者说他们将其变成自己的支持者，再拉入自己的阵营，并像间谍一样利用他们。这些警察据点不仅位于秋叶原附近，而是遍及全国各地，但设在首都，特别是千代田区，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里是日本的政治枢纽。2月27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安全审查制度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是为防止日本高科技机密泄露而推出的。法案中规定，只有国家认可的有资格者才可以接触经济安全领域的重要信息，并事先记录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如果泄露重要机密，将受到处罚。该法案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反间谍法的作用。如果该法案能够正式出台，将可以对在日间谍以经济安全保障为由进行取缔。根据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披露，中共在日本共设有2处海外派出所。据悉，日本警方正在对东京都内的中共海外派出所进行彻底调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清水敏子、许婷日本采访报道。现在中国国内这么大的需求量，也带动了国外对这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中国的元素现在越来越多的展现给国外，甚至是走向世界。我觉得外贸这一块呢，接下来应该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呢，我们上面说的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呢还没有真正拓展开，境内有几个企业在试试，所以我们今年想就拓展市场要花一点功夫，所以像4月份我们组织相关的企业参加了广交会，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我们要求各部会呢务必要在1个月内完成清查，那要严查严办。
苏丹红辣椒粉事件延烧，金湛国际贸易的李姓负责人被查出利用10间公司洗产地贩售违规辣椒粉。此外，贩售的产品也有多次不合格记录。立院在野党团质疑，食药署明明掌握厂商多次违规事实，却没有进一步防范，为民众把关食安。商品透过以不同的厂商的这个公司的名称来进口我们会来遏制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发生。当然，也会请法务部呢务必对这家公司呢做最好的这个侦查让真相能够大白。那这里来确保我们国人的食品的安全。金湛国际贸易的李姓负责人透过亲友名义成立多家人头公司，包括龙海同济、金湛、嘉广节展、初一食物、釜山国际贸易等，并登记在相同地址。1997年，李姓负责人就在中国成立龙海同济食品公司，向中国农村收购辣椒粉制作原料，于当地初步加工后，再运到台湾来洗产地，并贩售给下游厂商。2018年，李姓负责人就曾被验出贩售苏丹红的辣椒粉，下游厂商退货以及海关验出苏丹红退货，李姓负责人就再换其他间人头公司来进口贩售。新唐人亚太电视叶锡宏、胡宗汉、黄燕玲，台湾彰化报道。第一场，贵宾们手持金铲参与台中巨蛋的动土仪式。台中巨蛋的设计者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也到场。他在致辞时表示，这座建筑将在全球独树一帜。この建物できましたらですね、世界のアリーナの中でも、最もユニークで最も自然というものを感じさせるアリーナ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ので、間違いなく世界中から注目されると思いますので、皆さんその日を楽しみにして待っていてください。隈研吾说，台中巨蛋外观设计灵感源自于大甲地区的蔺草编织文化。建筑本身为环形空间，而场馆内的声学设计将声音残响控制在2秒内。卢秀燕指出，主场馆可以容纳16000人，旁边的小小蛋则可以作为中小型展演活动场地。我们盖的不是一个蛋，我们盖的是一大一小2个蛋。演唱活动或者是运动赛事，也可以根据它的规模大小来决定，要是在主场馆或是副场馆来举办。不过，台中巨蛋虽然可以作为拳击、篮球、排球、羽球、网球等国际比赛的标准场地，但无法打棒球。且目前周边主要交通干道仍以台74线为主，并没有捷运经过，交通问题亟待解决。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黄燕玲，台湾台中采访报道。国际上对于中共怎么整台湾，有时候了解不够多，所以当中共在不断搞台湾的时候，他只要搞得隐晦一点，大家不太感觉到。那这点坦白说，一部分怪我们自己，我们对于中共怎么打压我们宣传不够，我们在国际上呢叫得不够大声，然后叫得不够广。但中共经常把我们说成坏人，对不对？变成说我们是迫害台海和平宪章的什么？那他一天到晚开飞机过来，又不是我开飞机过去，为什么大家看不见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的宣传跟美方的宣传呢都要加强。中共这几年来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的力度，然后开始建军什么等等，美国开始紧张了。所以美国军方多次发出警告，中共可能2025打台湾，2027打台湾，2030打台湾，什么的打台湾，不断这样讲的时候，大家是有点紧张了。国际开始讨论了，但是呢，谈了之后，不是只有台海紧张啊，你看俄乌打起来了，中东打起来了。这些好像更具体，所以当各国领袖在看这个台海情势的时候，慢慢对于一个可能爆发战争但还没有爆发战争的地方呢，他开始疏忽了。这在国际关系上，我们把它叫做危机疲劳感，也就是一个国家，除非它真的是非常厉害，否则呢，它通常会分心。这危机久了之后呢，它没有真的到达一定强度上，但慢慢就过去了。你看，2022年8月份，裴洛西来台湾第4次台海危机的时候，大家多么注意，全球多么在意。等到好像慢慢风平浪静了，大家就忘记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危机疲劳感呢，对台湾来说的确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们真的是要请各位注意啊，中共非常善用这种危机疲劳感，他并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这些整啊或干什么，但是我们呢对于反应的部分跟在国际上文宣反击的部分呢远远不够。譬如说这是金门的海警船事件，这个事情呢我们必须注意，而且好好利用。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是清华的传统嘛。你如果没有这个工艺人才，那你这个东西就很难做出来，很难做好。我觉得是国家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航天的制造业呢，又是代表了中国的应该制造业的最高水平了，所以来这儿工作呢，就可能更容易实现这个振兴中国制造业的目标。一定要把学到的知识来报效祖国嘛。我们看到的长2 F 火箭，虽然外表没啥变化，但其实一直在升级之中。以前干一个零件，刚才说了，可能30天干一个零件，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件。然后后来呢，到1周，后来到1天，现在到半天。从这个机械化到数控化到自动化，到开始出窥这个智能化的门径。从我所经历的来看，中国的这个制造水平也是成倍的在提高。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很大程度上由数控机床来体现。所以我这次提的提案也正好也是关于加快我国关键领域所需高档数控机床研发速度的提案。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呢，要求我去从更高更广的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我就觉得这个方向是一个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一个目标。所以呢，现在在一线工作，它就是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因为现场的需求呢一直在你眼前，能不断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